鹅的 S 加大剧又来了，不知道这次行不行呢？李易峰、陈钰琪主演的《镜双城》定档播出。作为一部期待已久的古偶玄幻大剧和腾讯出品的 S 加仙侠剧，《镜双城》在制作上已然有了保证，上亿的投资必然是事实。加上春节档的超好播出档期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不负观众期待。但是显然出品方腾讯并不看好，不然为什么会做出分销的决定呢？据传，《镜双城》置换了优酷的《玉娇记之与君初相识》。《镜双城》根据苍月的同名小说改编。作为一出大 IP， 早已自带热度，拥有不少书粉，成为了《镜双城》的观众基础。不过，基于《镜双城》原著的庞大世界，对于它的影视化，其实不少人抱以观望的态度。只因《镜双城》并不好拍，也注定是一个烧钱的项目，要用不少特效来还原，也需要在剧情上做不少改动。李易峰饰演苏魔，陈钰琪饰演白英，郑业成饰演真兰。《镜双城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，上古神话传说为基础，徐徐展开了一段充满宿命无奈却又悲壮浪漫的虐爱史诗，构建了一个充满中式神话瑰丽幻想的云荒。100年前，全仙海皇苏魔、空桑太子妃白英、空桑太子真兰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，无意间搅动了云荒的格局。全仙、空桑、苍流三部间的千年纠葛真相也逐渐揭开。空桑恪守秩序，被困于无色城下100年，盼能重见天日。全仙鲛人柔美善良但富有生命力，为回归碧落海努力了1000年，而苍流则好战激进，崇尚暴力，使云荒被笼罩在阴霾之下。苏魔和白英，一个是从地位卑微的鲛人成长到引领全仙的海皇，一个是从被人保护的命定太子妃到不得不肩负重任的白王。他们因本心的吸引而相知相爱，又因前人的局龉而被迫分开。当100年后重新相遇，两人已各自背负沉重的使命，他们该如何在天下苍生与挚爱之间做出抉择？李易峰，娱乐圈初代4大顶流之一，曾经的李易峰凭借古偶剧一度爆红，成为当红顶流，成了一骑绝尘的顶级流量男星。如今的李易峰备受主流影视资源认可，也正因如此，他回归古偶界拍摄的新剧《镜双城》备受期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镜双城》是李易峰时隔6年回归古偶之作。不过，哪怕他很久没有接演古装剧，但号召力却丝毫不减。毕竟李易峰之前的2部古装剧《古剑奇谭》是现象级年度爆款大剧，《青云志》更是突破200亿播放量。同样是年度爆剧，和之前的苏苏相比，这次的苏魔同样也是带有悲剧性的人物。苏苏身负煞气，寡清源、情缘一世孤寂。苏魔虽为海皇转世，却从小颠沛流离，饱尝人世冷漠。童年时唯一的一点温暖，也被当时的海国长老以护族复国的大义亲手毁灭，也奠定了苏魔一生的悲剧。陈钰琪是90后小花，虽然一直没有大火，但演技表现备受认可。这次饰演的是云荒第一美女。陈钰琪出道以来资源很好，出演过《锦绣未央》《倚天屠龙记》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等剧，是唐嫣力捧的女演员。男女主的颜值都很高，站在一起看起来非常有 CP 感。唯一的难点就是原著故事太宏大，加上主角亦正亦邪，有很多不能被搬上荧幕，特效也要求很高很高。为此，早前就有网传《镜双城》的成片效果并不好，一来是因为拍摄期间李易峰状态不好，容易水肿的同时，或多或少也影响了拍摄；其二是剧情存在硬伤，演员发挥更是表现一般，导致成片质量过差，初审送审就被打回重改，未过审便是《镜双城》无法定档的关键原因。不过一切都是人云亦云，《镜双城》的质量究竟如何，还得看观众反馈。但是此次在《镜双城》的播出方式上，腾讯做出了改变，未选择腾讯独播，而是选择腾讯加优酷双平台同播，不免产生了一些争议。《镜双城》也成为了腾讯第一个 S 加的剧却分销的大剧，平台之间的资源置换与分销早已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情。优爱、腾芒之间既是竞争关系，也是良好的合作伙伴。所谓的置换与分销也存在明显的区别。置换一般是头部剧、重点剧的置换，也就是拿自家的头部内容去换竞争平台的头部内容，由独播转拼播。
在2家或者2家以上的网络平台播出，分销则集中于平台不太看好、本身并不太想控制的完全外购的版权剧，亦或是参投的版权剧，以及平台的定制剧，其中多以古装剧为主。从进双城的腾讯加优酷的拼播方式来看，作为腾讯 S 家的重点古装项目，应该是采用置换的方式。而早前也有网报，李易峰和迪丽热巴的剧将会互相置换，由李易峰与任嘉伦组成鲛人联盟。而此次若是腾讯、优酷间真的将进双城与玉娇继之与君初相识进行置换，那么任嘉伦或许要成为最后赢家。只因早前的置换与分销历史就足以证明优酷的眼光有多毒。众所周知，分销剧是不被平台所看好的项目，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便不被优酷看好，直接分销给了爱奇艺。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火爆成绩足以打脸优酷，之后的酷更是在眼下的大陆上一去不复返。除了杨幂的《三生》，袁冰妍和程毅的《琉璃》置换了芒果家的《三千鸦杀》，结局大家也都知道，前者爆火，《琉璃》成为了2020年的爆款，也让程毅、袁冰妍顺势出圈，成为流量小生、流量花。后者《三千鸦杀》有谁听说过吗？此后，优酷又拿思腾置换了腾讯的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，虽说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也是热度不错，但是摆在思腾空前的火爆面前，依然是败下阵来。而唯一一部优酷没走眼的剧，则是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。制片方本来意图分销，优酷狠心才买下了独播权，此前也一直是优酷的 top 剧集。当然了，这部剧虽然没看走眼，但是主演出事儿了，剧也被下架。而若是进双城与玉娇继之与君初相识之间真的互换，看似双赢，实则存在隐忧。在国内几家视频平台之中，优酷的活跃人数甚至还不如芒果，市场份额就别说了。为此，进双城选择双平台拼播，在优酷处也可能是播了一个寂寞。思腾就是最好的证明，明明是优酷的剧，但不管热度以及播出量，却远远不如腾讯来的火热。为此，进双城在优酷播出确实占不到什么便宜，但是相反的是，若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《玉娇记》在腾讯播出，远远比酷一家独播要好。有着腾讯的市场份额和财大气粗摆在那儿，怎么都是赚了。而进双城播出在前，《玉娇记之与君初相识》在后，亦能吃到进双城的红利，这似乎是一件稳赚不赔的生意。加上圈内历来看重比较悬的东西，优酷之前走眼经历摆在眼前，一番分销或者置换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另一个爆款。热巴和任嘉伦还真的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。虽然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流量也都是顶级的，但是平台在现在的市场中占有很重要的因素，酷家的爆剧真的太难了，即使有流量加成，折戟沉沙的剧也不在少数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最近杨紫的女心理师就是酷独播，最后的播放量也确实有很大槽点，所以玉娇记能够分销确实有很大好处。不过进双城也不一定就是不被看好，至少分销对演员来说都是有利的。即使酷市场份额小，但也是4大平台之一，也能够提供不小热度。一切都是平台决策，并不代表腾讯对其没有信心。将其放在春节档播出，早已是最好的证明，说不定最后就是双赢结果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，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！